向传统文化致敬，我们跟传统文化融为一体的一种共赢共荣的一种状态。谁敢拦我拿这口？希望更多人感受我们的传统文化，所有的东西这个词叠在一起，就是只有一次。时间追溯到2013年，那一年呢是张艺兴首次登上鸟巢舞台。自那时起，在这里开一场自己的演唱会的种子便种下了。12年后的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得以开花。他的大航海舞《美猴王闹天宫》巡演开进了鸟巢。此次演唱会可谓是强强联合，拥有着更多元创意经验的张艺谋导演团队首次跨界于演唱会领域，并将08年奥运会的卷轴舞台创意全方位的升级。不得不感叹，时至今日，这样的舞台形式与观演体验都是极具艺术性与创造力的独特存在。让我们共同期待由2位艺术家共同打造的这场承载着中国式浪漫的极致视听盛宴。首先呢，鸟巢前几年开演唱会的时候啊，大多数都是3面台，直到现在张艺兴这场闹天宫这么全景360度的这么大面积的一个舞台呢，对于扩声难度啊，它会指数级的增加。那我们可以看到哈，整个鸟巢顶部悬挂了一整圈 L Acoustics 的 K 系列的全频音响，整个内场的低区呢布置了一整圈 L Acoustics Carrier 的一个全频音响哈 ，KS28的超低频音响呢也围绕整个内场一圈布置了1周哈。那整个的音响覆盖密度呢，其实是非常的满的。这个后台的位置呢，其实是在舞台的一个侧边啊，这边呢包括艺人的快换间，包括调音台啊，还有整个的一个乐团，其实都在这个区域当中。然后这边呢，第1间房间是腰包和麦克风的区域哈，这个 rundown 就非常复杂哈。我们现在目之所及的，其实就有很多种乐器的收音，据说每一种乐器的收音方式都不太一样，而且在这么大的一个场次当中哈，防止串音啊，包括整个信号的管理呢，都是异常复杂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因为整场演唱会的表演艺人呢达到了200多人，而且几乎每个表演艺人呢都要使用麦克风和耳返，所以说呢，张艺兴这场演唱会的整个信号管理啊，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那穿过整个的一个 monitor 区域呢，这边的2个棚子呀，就是乐池的部分。除了民乐队呢，那边就是我们熟悉的电声乐器组啊，还有整个的一个弦乐队，几十位老师哈，来呈现这一场特别的演唱会。就是我看很多演唱会啊，其实民乐部分都是 full program 的，为什么你们这个弦乐团的规模会这么大？因为我们是跟老师也沟通过，是要追求极致的真实和极致的音乐的精准度，所以才会现场演奏。在这里你感受到的震撼，事实上是视觉与听觉的双重加持。在了解本场演唱会的收音及扩声系统过程中，可以说是大受震撼。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声音保真、保质、保量。只要能采用现场收音，就不放 program。但这份真切的背后啊，是复杂且难度性极高的收音、混音以及扩声工程。为了最真实也最震撼的传达，现场呢，无论是人声还有器乐，都有着独立或者是成套的收声系统，要保证艺人对整个演唱会他对于整个音乐这方面的诉求。第二，我们要保证完成总导演、导演、制作人对于声音在鸟巢特殊的这么一个场地的一个声音最终的一个展现。最后，我们要保证所有的观众进来以后，每个角落都听着非常的舒服。同时呢，在音乐传达上，乐手们呢也投入了自己的理解。在张艺兴首次提出 M-Pop 的音乐理念之后，他也一直坚持在音乐到舞台的方方面面都尽力具象化的呈现。你会看到各种传统音乐被巧妙地融入到了流行歌曲当中，各种中国视觉元素出现在国际化的舞台之上。张艺兴老师是 M-Pop 的这样的一个风格的音乐啊，那有没有针对张艺兴老师的音乐特别的去定制一些琵琶的声部的演奏呢？会加一些琵琶的音效的特色音，比如说有这个类似于这样的，就是这个非常经典的这个琵琶的演奏方法，轮指加拨弦，比较符合他这场的主题嘛。Let's get it. The sheep. Oh, that China sheep. Oh, I am the sheep. Oh, everybody listen to the sheep. Listen.
星老师他的幕后音乐团队找到我，也是从网上看到我会发一些跟现代音乐文化融合的这么一些小作品呢。本来连的这首作品呢是用古筝来伴的，就是我到了那个录音棚之后呢，就是当时是严木晨老师在监棚，然后他哼，他说你这么弹，你这么弹，然后我就在这个录音室，然后给他现场来，所以就是完全是一个碰撞、随机，然后并且即兴的一个过程。这次的连是楚霸王和虞姬他们的非常凄美的一个爱情故事，他们在自刎之后，然后双方去世之后到地府的一种最后结合。在这首曲子呢，我会很多的去模仿鬼怪的那种神效的感觉吧，像这个里面有其中的一些音效，我是这么弹的。后面的电子音乐，它那个底鼓的基础上呢，然后我会做一些非常激烈的这种音效，比如说，然后，今日此战，胜负如何？枪挑汉营，数员上将，怎奈敌众我寡，哪与其身？手段我不到。Hello， 大家好，我是张群。这次张艺兴鸟巢演唱会的笛箫尺八演奏者。尺八其实发源于中国，后来经遣唐使传到了日本，在那边生根发芽，但是它还是咱们中国的乐器。罗戏、还有连、还有玉这3个曲子里面都用到尺八。我是史荣山，我的专业是唢呐，我们需要用到3把唢呐，自己设计的一段旋律能够和张老师融入在一起。这个里面就加入了一些布鲁斯的音阶。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偶然听到了爵士乐，我觉得这个音乐太酷了。所以我想用唢呐来尝试一下。我的师傅呢也发明了特别厉害的一个零件，就是唢呐的螺芯，插在唢呐上就可以顺利的演奏半音阶了。对于我演奏爵士乐有了很大的帮助。我的师傅叫郭雅志，请大家记住这个名字。唢呐其实它只是一个乐器，就是说白了是一个演奏音符的一个工具，所以没有任何的作品是唢呐演奏不了的。而张艺兴这种一以贯之的美学追求，可谓是和张艺谋导演不谋而合。我们不少展示了这么多的传统文化，向传统文化致敬，对吧？我们跟传统文化融为一体，共荣所以我觉得这次这个是非常好。我觉得融合这个词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传统乐器的融合，以及跟新兴乐器的融合。还有一种元素文化的融合，运用了中国传统的一些元素，通过不同维度的呈现给到观众。
N-pop 的音乐概念从来就是融合。当你来到演奏家们的后台，你会发现本次演出电声乐队与民乐组的老师达到了接近1:1的比例。在14位优秀的民乐老师的现场演奏下，民族音乐不再是孤立的、专属的，它突破了刻板的边界，变得时尚与多元，与世界的音乐曲风融合出了绚烂的色彩。这种不断新生的绵延的生命力，或许就是 N-pop 的意义。除了民族乐器，在音乐上蒙古呼麦、长调、秦腔、陕北说书、侗族大歌等非遗文化也被张艺兴带到了演唱会的舞台当中。后台见到了我们老朋友熊竹英老师，发现了您把这个陕北说书这样民间的传统艺术带到了一个更大的舞台上，把流行音乐和您的这个陕北说书融合起来的一些感受到底怎么样？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创新，就是通过流行元素，大家喜闻乐见的年轻人喜欢的流行歌里面出现一些传统的元素，放到这个场合上又感觉到眼前一亮，就感觉张艺兴老师他特别有想法，他这么年轻的歌手能够这么多的传统的元素能融在他自己的作品里边，他这个想法其实是很超前的。好多已经出塞，我们赵家心中的土城深海传说 Everybody dance这次演出不光负责马头琴，一个是马头琴，一个是蒙古族的长调。刚开始这是长调。还有呼麦，这个3种都有了。一木导演的团队找我们也是前台湾4小2次就开始。张艺兴我们简单聊了几句，没想到他跟这个蒙古的音乐特别有感兴趣。就说这个我们马头琴和呼麦是必须有的一个，对民族文化来讲。尤其是通过这次他的演唱会他说真的，不光是蒙古族，其他民族的这个民俗文化他也是非常贡献的一个人物。所有的音乐离开不了这个民间的东西，民俗音乐是所有的音乐的根所以说你把音乐做好，你还是从民俗的音乐民歌来研究，包括创作也是对音乐这个最必须通过这个基础。这些服装都是你们从家里带来的吗？对，我们从小的时候，爸爸给我绣的，然后到我们18岁长大了，给我们做了一套嫁妆。台上穿我们民族衣服，就觉得很自豪。贵州你们经常是不是有对歌的那个场景？那你们现在可以即兴的来一段吗？小两房间，两的来，丢了房来，两小公的龙每次站在舞台上，最想说的是感谢。今天可以跟这么多优秀的非遗老师们一起表演，呈现出我想法里 N-pop 的样子，真的很荣幸。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可以传承和学习非遗文化。这里向非遗表演艺术家们致敬。有请2色摇滚。
整个民乐团，张艺兴呢还将安塞腰鼓和印舞蹈加入到表演舞团当中。接下来呢，我们将采访舞团中的舞者们，听听他们在互相融合的过程中碰撞出了怎样的火花。这次的舞台我们还是以这种民族国风的东西比较多，要配合一些像古典舞，还有一些技巧 breaking 纯正街舞的东西，会让大家更身临其境地感受到那种更空旷、更民族的一些融合。像张哥的这个舞台，它有很多的一些国风的一些元素，我们也会给它就是融入一些树的动作，然后更加符合于贴近这个舞台。然后我觉得这一次也是这个舞台非常大的一个亮点，而且我们有一段是集体在那个大鼓的上面，它又有功夫的体现，然后又有那个霹雳鼓本身的内容，然后还要克服的内容就是它在大鼓上面，它要去共同的去完成这样的一个呈现。慢慢开画卷，开到这个后面有老腔啊，有乐器啊，有各种人融进来，赛马啊什么的，也是一个。我的诉求就是因为街舞它场域越小，力量越大，但是如果给我的场域越大，反倒我们的力量就怎么做都做不了。我觉得这个就是编导的一个厉害之处，他从编导的角度，他能够从我们擅长的东西，然后去把别的东西融入进来，变成我们能做的，然后且是跟其他东西相比的。包括这个舞台它的融合和创新，就是会让我们觉得，就是我不光是在舞蹈上面在跳，然后我的认知可能也会在提高，就是我的审美也会在提高。我会觉得，就是我不光我的身体在学习东西，我的脑袋和我的思想都在学习东西。我们把中国的文化跟动作跟感觉跟这些民族舞蹈放在主要的位置，用我们以往学习到街舞的西方的文化来填补到这个里面，让它成为一种新的风格。那我觉得这就也是M-pop 舞蹈的一个概念。针对这个体育场这个限定场，你给他们做了一些什么样子的设计？像这么大的舞台，首先位置它就是一个非常难找，那么我们要兼顾动作的幅度也要兼顾这个很多动作的角度，所以我们排练的时候找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场馆，然后去进行1比1的排练。这个舞台由于过大，所以我们整体排的这个位置也会比普通编舞要拉得开一点。反正我就觉得我们这里能量太小，看不到。那边50米开外，你想坐在那边那个地方那个犄角旮旯，你再往后面再退50米，你想能看到啥呀？对于舞者能站上张艺兴的舞台跟他一块儿跳舞是个什么感觉？我觉得就是他真的很卷，所以我们也得更卷，但是我们就是互相卷。我觉得张老师他是一个非常追求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的一个艺人，而且他就对于舞台的这个很细致的雕刻，从灯光到音响到舞蹈本身，精益求精，他永远就是想要把它做完成的更好。每天都在后台里练。他在排练的时候有一段是摔下去受了好像3天的伤，就怕他吃不消，就说要不要删减，然后他要不要，还有就是要不让人不做，要不做好。这个小东西抓一下，那个红绸的老师很麻烦，你先得转起来，然后再做动作，因为没转起来，你的起画做动作那个有点干。啪，花卷咚。然后就是他们那个伞过来了以后，不是我开伞，我会等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大家来做，把你们的某一种力量跟灵魂跟信仰注射到这个仪器里。现在的舞的表达比较灵魂一点，我用到把动作放到古典舞的语境里面，就他们就做出来就很快。怎么适应？一遍遍练呗。对，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所有人虽然是不同的个体，但是在呈现一个舞台的时候，我们要变成一个在排练室的一遍又一遍的磨合，到今天鸟巢
一起完成这次的演出。是你们让我的这个梦能落地，谢谢你们。张艺兴本次鸟巢的巡回演唱会呢，在舞美设计上也延续了08年北京奥运会的风格，将奥运画轴呢引入到了主舞台设计。相信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已经梦回08年了吧？除此之外呢，团队还配备了2200平方米的超大 LED 壁屏，会根据不同的节目风格动态呈现《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等中国名画。除了将传统画作、图形样式用现代科技呈现，此次演唱会呢还将非遗剪纸作为歌曲《小孩》的特别舞美部分，让观众现场体会到非遗剪纸的独特魅力。作为一个非遗的这个呢是花丛当中的小蜜蜂，就是我们艺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小小的排练走到我们的国家的非遗老师在红纸上剪出精巧的图案，舞美老师呢也在舞台上用钢架搭出了巨大的剪纸，配合着非遗的主题，可以吊起来作为舞美的一部分，使整个舞台变得更加立体。但想在这么大的场面、这么复杂的演出中同步配合，实现这么复杂的一个装置调度，这真是挺不容易的。这边这个蝴蝶装置我们看上面有一个电钢琴张艺兴老师呢就可以在这个巨型的画轴舞台上自由的去演奏、去弹唱然后我身后这个大型的拖拉机机头相信大家不陌生了吧？但是呢，鸟巢这么大一个场次除了巨大的车头呢，这个拖拉机后面还有一个巨大的车身，能供更多的演职人员然后上到上面跟张艺兴老师呢一起表演明天早上哗暴雨，中午哗暴雨，即便下午晴了，5点钟以后晴了，咱们也跑不了啊，明白？这个不得了，这个就不行，明白？这就那就非常麻烦，抢修都来得及，所以一定今天晚上，因为我们这些团队都有经验，是今天晚上一定，就所有的那些街头所有的东西都要注意。我以为一谋导演过来就可以有那个什么炮什么把玉打开了，希望。哎呀妈呀，你以为真办奥运会呢？那这场演唱会就是特别之处在什么地方？以斯坦尼康为主拍摄的一个晚会，就像咱们这场晚会用了4台，算是很少有的。9月底就去看张艺兴老师的排练，熟悉舞蹈或者是舞蹈哪个线路的拍摄，就是不太好走。那在前面您没有来到这个舞台之前，您是怎么去做前期的一些练习一般是靠想象。排练的时候拿手机去模拟走一下，也会有大机器拍整个的调度，有导播的建议和张老师和我们一块去讨论怎么去呈现是最好的。因为这个场地的纵深长度都非常大，比常规的演唱会的舞台要大3到4倍，而且艺人的动线的穿插也非常的多，然后整个舞台变化也非常多，所以压力都很大。
说实话去找，就整个这个场地的那种宏大，自己坐在那儿感觉特别渺小，特别有压力，有点紧张，可能台太大了吧。上去不要看别人的眼光，也不紧张，不可以紧张。加油！加油！加油！据榜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穿越心境，有天地展开双翼，疯狂最好诗意，纵横于磅礴大气，大气，大气，纵横于磅礴大气，大气，大气，大气。一直都没停过，热泪盈眶，然后很震撼，觉得不愧是张艺兴，跟其他的演唱会的形式完全不同的。把中国传统的文化，然后用自己的语言讲出来，把我们的文化去输出出去，这其实就是一种民族自信和这个我们民族自豪感的一种建立吧。他把就是中国文化发扬得非常好，每一首歌都有就关于中国文化民族的一些歌曲啊、歌词啊之类的。其实我觉得娱乐这个行业没有国界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多样的表达和不一样的表现的话，其实它会有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震撼。它源于我们国家的文化的积淀，不仅是音乐这一个东西，后面还有一个我看不见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文化的力量。今天在舞台上这样的创新和融合，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2019年我的大航海正式起航，这船一开就是6年。今天我是寿星，我比之前更勇敢了，更坚强了。今天我许愿，就是你们的愿望都实现。Life can break you down, turn you inside out. Doesn't mean the light is still fade. Walking different roads, it can feel 永远都会努力向上的，会引导着你跟他一起，一直更阳光、更积极的去生活。身上真的值得我学习的东西太多了。我觉得我们在追星的这个路上，我们并不只是在追星，更是在去看到张艺兴，来理解我们想要怎么样成为一个梦想当中的自己。We are from the world, love's got no borders. When I hold you closer.
熟知，还有他想要去弘扬传统文化的心态。我们在做传统音乐的时候，现在也在做 fusion， 做一些融合的东西。但是，真正把那个中国和流行融合到一起的，非常完美的这种艺人，其实并不在多数场合有展现，其实算是在我们。It's so healing to see we all the same underneath. It's a kind of language everybody can speak. 最后还想感谢一下来到这里全场的所有的准备课。是我们第一次来潮北，但这次是完全属于我们潮舞台。我把自己想要呈现的舞台毫无保留的呈现给你们，希望你们可以读懂我，感受我最真实的模样。10年前的求谁邀请你是我们的开端，下一个10年你们还……今天我是寿星啊，那我们来开一个生日大合影吧。张艺兴每一个进步，每一个取得的成绩，都是因为有他们的支持，有他们这一点点的喜欢，才会让我有这样的驱动力，去做这样的事情，做这样的尝试，去突破自己，去学东西。请相信我，带领华语乐走向世界。我真的会做到我所说的一切。张哥，中秋节快乐！你可以一直做你想做的音乐，我们都会支持你的。张艺兴生日快乐！在这次拍摄前呀，有人跟我们说他固执又坚强，也有人说呢他随和又善良，有人说张艺兴野心勃勃，有人告诉我们他的从艺之路满是荆棘，有人把 M-Pop 称作华语音乐的荣光，也有人把大航海的概念作为生活的信仰。于是啊，从场地搭建开始，直至彩排、演出，我们带着4支镜头走遍台前幕后的每个角落，真实的进行记录。我们听到他们说，唱功也非常好，而且为人也很谦虚，全方位、认真、努力、仔细的一个人。你也太棒了！我们看到4、2、3，演出前的他，演出时的他，我们还看到一看，这就是张艺兴和他 M-Pop 的故事。画卷舒展，既是无限精彩；画卷和合，继续无尽努力。在演出圆满结束后，我们并没有马上去采访张艺兴，我们希望大男孩呢能早点休息。我们知道他言行合一的生活呢将会日常继续。大航海的乾坤呀会在这次的演出之后继续轮转。当一个人不需要再把努力再努力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或许呢他已经成为了让一切更好到来、一起强大运转的本体。如果呢你跟着我们的镜头看到了这里，相信呢你已经了解了大航海与美猴王的意义，你一定能更懂啊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喜欢张艺兴。如果追逐梦想呢注定是一次远航，那就愿你如这个鸟巢上腾空而起的美猴王，在各自的航线上遥遥相顾，齐心奋进。我要的就是我能够为了这个目标一直不停的努力奋斗，一直不停的努力学习。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